大家好，我是毛豆。大家好。大家好，我去年讲了一些我在自来水公司打击偷水的一些事儿嘛，好多人也成功的记住了怎么偷水。哎呦，成天有人问我技术细节，还有把磁铁装反了的，那水表都转成大风车了，拿自来水洗钱我。同事他们现在说出去收水费，2月收了这么多吸铁石，全是强磁的，放在包里。中午坐地铁回公司等车呢，有个小孩就这么高，站他后边，他一上车给人眼镜洗走了。小孩说：“妈妈，我是不是瞎了？”妈妈，他在车上给老人让座，说：“大爷你来坐，大连地铁那个座啊是铁的。”他在那大爷来，大爷懵了，这啥座啊？假动作啊！我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时候还在公司上班，最开始我以为请1周假就够，最后比了6轮。回到公司，领导听好没给我开除，但是给我换了个岗位，让我在大堂干前台接待。就我这个气质还接待，我这个气质都是干借贷的，真的。大堂都是行，大堂以胖为美嘛，大堂。这活真的是不好干。我上班第1天，一个用户家里停水了，他站在门口就骂，半个小时没重样。我说这是给哪个 rapper 家水停了吗？这是。领导让我去解决一下，我就过去。他说你算什么东西？你从哪来的？我说我从大堂来的。他说你去取经去吧，你在这干啥？一顿给我骂呀。最后领导亲自来了，说小毛啊，你还是年轻，你看我的，不愧是领导。他上去咔咔2句话，大姐动手了。我说化玉帛为干戈。成天有人投诉，有些问题我也没办法，就水质不好骂我，停水了骂我，联系师傅上门给他修好了，第2天又投诉，说维修师傅脚太臭。这拉眼，我师傅回来我就说哥，有人投诉你脚臭，他说我脚不臭啊，就陷入僵局了，我又不能过去闻闻。我说真的，我能有什么办法？以后师傅来上班，我在门口端盆水，我说师傅洗脚。我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还有个大爷坐了2个小时公交车来交水费，下车发现没带水卡，就急眼了。我说那个用户，他说用什么户？你看你胖成这样，公司要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又坐2个小时车回去拿，回来我们都下班了，要我这个废物有什么用？我这个废物没告诉他，在网上就能交，不用拿水卡。有脾气不好的，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用户，真的非常奇怪。过来咨询说：“小伙儿，我这32块钱水费该交多少钱？”我说：“32吧。”他说：“小伙儿，我们家这个钢管是什么材质的？”我说：“钢的吧。”他说：“小伙儿，你们是自来水公司啊？”我说：“对呀。”你们这能不能交电费？我说：“交不了啊。”干了2月，我感觉都被同化了，真的。我中午上食堂打菜，我说：“师傅，你这个葱爆羊肉是什么肉啊？”师傅说：“啊，你怎么知道是合成肉的？”我那时候刚参加完节目，还老被人认出来，跟我合影，跟我聊天。真的，像我这种真的在营业厅营业的艺人不多，真的。问我在公司干啥的，我也不好意思讲，我在这看门。我说我现在负责公司进出口的一些业务。有一次2、3个大姐在前面排队跟我照相，后边大爷满脸问号，说咱这交水费是必须先合影吗？不让直接交是不是？而且我那个前台啊，连台子都没有，只有个凳子，公司那个电话座机都没地方放，我都得抱着。没办法，我是脱口秀演员嘛，不能让话掉地上。没桌子，我想写点稿都没地方放电脑是吧？只能在大堂溜达。关键是我想到有梗的时候，我老笑出来，目光呆滞，站在大堂中间。那个保安大爷都害怕了，说他是不是能看见啥脏东西？写稿不算啥真的。后来有几次我练习互动，站在大堂那儿，大哥你是自己来的吗？这个大哥呢？保安大爷彻底吓屁了，说小毛啊，你能不能给这几位用户先请出去呗？午休真的，午休我也没地方趴着，只能仰着睡。楼上有人点外卖，备注写放在前台就行，小哥就把奶茶放我肚子上了。有时候我一睁眼，那地上全都是奶茶水果，真的。我小哥还在那打电话呢，说1楼没有前台啊，就供了个弥勒佛啊。而且我仰着睡啊，真的打呼噜很严重，我在那打呼噜还有回音，大堂还有回音嘛，声音特别大。经理就往我这打电话说1楼有怪声，你快去看看。
我过去检查一圈，啥也没有啊，我又回去睡了。他又来个电话，我又去检查，又啥也没有。来回2、3遍，我都生气了，我又害怕又生气，真的。我就给我电话线拔了，继续睡。结果过了一会儿，那 rapper 大姐来了，她看我睡觉，直接上楼了，又和经理打了一顿。保安大爷说在这儿确实不干净啊。第2天他烧了点香，果然脏东西没有了，他妈熏得我睡不着了。挺吓人的，真的，我打呼噜还卡壳，我在最可怕，我有次在梦里梦着个笑话，你知不知道？我在睡出一种含笑九泉的感觉来。我调到这儿最开心的就是保安大爷，之前他是干前台的，现在他啥活没有，哎呦就舔领导，一见到领导说话就变成夹子了，哎呀领导回来了，你这成天太忙了，我看着都心疼啊。大爷他都不是绿茶，他又老又茶，他是普洱啊。职场上大爷玩明白了，他就舔经理啊，舔大领导。那组长班长让他干点活老费劲了，他说我不干又如何？又能把我怎么地？前2天我看那个《我是歌手》，感觉又看见大爷了，他就说如何呢？又能怎？他天天闲着没事，成天刷那个短视频，研究风水，说公司风水有煞气，在每个办公室门口挂一块八卦镜，说避煞。我每天中午睡觉，那个八卦镜都从各个角度把阳光折射到我脸上，我在那躺在那印堂发光，还在那打呼噜。路过的同事都懵了，说毛豆是不是烧开了呀？他屋里还有这么大个水晶球啊，50块钱包邮的，放在窗台上，在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给他沙发点着了。我都没想到风水也这么燃。大爷身上全都是串儿，哎呦，菩提、橄榄、核桃、酸枣仁，感觉像把哪个松鼠的窝掏了。大爷进屋给外套一脱，我说大爷行啊，你还是5仁馅的呢。大爷，我告诉你，我这都是文物。我说行，告5人。真的，大爷还有一块和田玉，那个绳特别长，都快挂到肚脐眼上了。第一次跟我显摆说小毛，我给你看个好东西，真的。我说大爷，你要想提裤子，你从下边提呗，真的。他天天拿着盘问我，你看这包浆透不透？你看这个光泽透不透？天天盘，终于给那个玉的绳啊给磨断了。那天在我旁边掏出一根空绳来，我吓一跳。我说大爷，你这个玉啊越来越透了，我都看不着了，真的。我最后要辞职的时候，大爷还劝我说：“自来水忘我。”他说：“水呀就是财，自来水就是自来财。”说怪不得这个别老仔脖子上喜欢挂玉牌。我也想一边工作一边演出的，但有些演出确实推不掉，我就只能请病假。后来不知道谁给我们领导推了个效果小程序，他点开发现我上个月带病参加了47场演出。确实来裁了，亲自下来把我裁了。我其实无所谓啊，我说大爷说完了，你走了就得我干前台了。我说啊，如何呢？又能怎？又能我是毛豆。来，掌声送给毛豆。谢谢。毛豆锁票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毛豆。谢谢。很开心，毛豆是少数那些即使发挥不是最好状态，也能让大家高兴的死去活来的那种选手，是属于这个行业的瑰宝级的。不是，就好像智胜有时候讲砸了还是很开心，所以我今天没说你讲砸了，别误会啊，别误会，没，就是我感觉不是他最好状态吧，然后我就听到前后左右噼里啪啦都敲了。所以我觉得不差我这一票，对。但是我觉得但是特别开心哈，因为毛豆一上来就感觉过年了一样，扑面而来的感觉，他特别精妙。他讲那打呼噜那事儿是吧？自个儿打呼噜自个儿不知道，太逗了。我以前碰见过那打呼噜的，是不是那个打完呼噜旁边声控灯呢？我们在旁边身边蹦迪的呢，就那玩意儿。我特别喜欢他讲那个，就是他那个大唐以胖为美，那个太生动了，因为刚好配上毛豆的形象。对。
我想问毛总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之前讲过这个水厂的事儿嘛，然后这次讲的是在大堂工作的事儿。你之前还干过别的工种吗？我干过收费、维修和那个前台。我干前台是因为当时当时接演出嘛，然后我就没办法，就跟领导讲我有心肌炎。你有心机，但是严呢就差不多。对，心肌炎，因为我查了很多，心肌炎就是表上看不出来嘛，表面看不出来。我就说我有心肌炎，回来之后领导说你有心脏病就别出去干活了，对你别外边挖沟子死在外边了，就让我在公司看门。对，结果那个47场那个暴露了。我是听完以后最大的一个感慨就是，我觉得真实的生活永远比观察生活要有意思，因为这个就是毛豆他自己经历过的，就比上一次你讲你去参观那个木乃伊的展，我觉得就是好，我个人认为好特别多，因为这就是你真实经历过的。所以毛豆确实是几期节目下来都是给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选手之一，就是因为他对这个舞台的掌控，包括任何题材都能够被他爆炸式的演绎的这个能力。再次掌声送给毛豆。在等待区稍微休息。要和毛豆进行对抗的来自4大天王队，就刚刚他被这个说唱圈正式的认证为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掌声欢迎哈哈草。1楼的观众，2楼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哈哈草。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无理涛涛。我本来今年是把重心放在了说唱上面，原计划我这会儿应该在那边比半决赛了。哎呀，我接触说唱8年，做了30多首歌。第一次参加那个节目，获得的评价是隔行如隔山。我去年来录这个，他们也说我隔行如隔山。人心中的成见有2座大山在我这里。我有一个说唱 homie 黄宇龙，他前几天看完黄子韬淘汰我的那个 cut，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一开始打算狠狠地嘲笑你一番 bro， 结果看了一半，我替你尴尬。我觉得我做兄弟的真是没有做到位，我当时真的应该拦着你不让你去的。我当时一听，我说我的 bro 真的好让我感动。结果他就把自己微信头像换成了黄子韬，现在每天早上问我想不想要链子。我被淘汰以后就回归家庭了嘛，最近就带小孩上早教班。现在他们早教班流行蒙特梭利教育法，蒙特梭利是一个意大利的教育学家。然后我当时那天突然好奇，我就想搜一下这个教育学家他孩子是个什么学历，因为我不知道意大利教育怎么样，反正我们中式教育是认这个的。你教育学家，那你孩子是耶鲁还是剑桥呢？我请问，我就搜了一下，我发现他孩子没有上大学，一下我就觉得有点心疼钱了。我说这蒙特梭利教育法还不如李鸿辉教育法。李鸿辉是我的妈妈。他还是培养了一个3本大学生出来。我就觉得蒙特梭利教育法，他那个理念听上去就没气势，说什么让孩子自由自在的成长，孩子自己就会成才，我感觉他有点不想管，他就是。李鸿辉教育法就有气势的多，我娘每次教育我之前都会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生得你出，我就掐得你死，晓得不？我小时候家里面最怕的人就是我妈妈，因为她会来真的。有一次我妈带着我练字，在一起的在字，她让我写10遍。当时一边在那写，一边在那磨磨唧唧。我还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这个在字像一个坦克车。我妈妈一开始也耐着性子，她说，哦哟，我们家宝宝真的好有想象力。妈妈觉得也像一个坦克车。磨蹭了半个小时吧，我那10个在字还没写完，我妈就开始忍不了了，她对着我坦克。对我人都打懵了，他对我发起了闪电战。我感觉当年德国打波兰的时候，波兰跟我一个反应，我说怎么一下这么多坦克就过来了？真的，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我妈妈，她教会了我
尊重女性。我一个男的，我平时也会逛虎扑嘛，它上面会给人评分，张伟丽评分一直都是9.8、9.9，杨笠就只有2点几。看了我娘从小就知道，这个男的你骂他没有用，你要打他才会服气。我现在就对我妈的教育非常的服气，我觉得她教得好，我觉得我妈这个就是因材施教。我是什么才？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那种才，这个有些道理我只能在眼泪中明白，你晓得吧？我小时候真的很调皮，有点讨打的。有一年我在宁乡，我外公外婆家，然后外公外婆是养猪的，他们有一天出去打麻将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我就去找猪玩。我跑到那个猪栏屋，我冲过去，我先言语挑衅那个猪，我说你是猪。那个猪也没反应，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加大了我挑衅的力度，我拿了一根小棍棍，我就捅他鼻孔。我往那里一转呀，我就后悔了，我感觉我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往那一转，那个猪喂的一下飞了出来。他一落地，我们一人一猪都愣了一下，他估计也没想到自己能跑出来。他跳出来以后就开始追杀我，我边哭边跑，边跑边哭，真的，哪怕到现在，我回想起当年被猪追的细节，我都觉得很害怕。冷知识，成年的猪是跑得比未成年人要快一些的。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那个猪干掉哦？哎，不能讲这个黑怕词汇了，不好意思。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这个猪干掉？首先，我想可能是我爆发了肾上腺素。再一个就是那个猪前面它一直趴在那里，它没动，它突然喂的一下飞出来的时候，大腿拉伤了。我用余光瞟它的时候，它追我的时候有点一瘸一拐的。它真的，朋友们，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好吧？这是我健身启蒙教练宁乡花猪告诉我的。我当时一边哭一边跑到了我外公外婆家的卧室里面，我把那门一关着，然后我感觉猪还在门口都堵着我，我赶紧一个电话恶人先告状打给我外公外婆，我说你们就是这么带小孩的是吧？天天就打的那点牌，玩，只晓得玩，我在这里我都要被猪杀掉了。我外公外婆一听就很激动，就害怕嘛，就赶紧过来看看我。然后另外他的2个牌友也很感兴趣，我们宁乡人养了几千年的猪了，很少有猪要杀人的。他们想来开眼。到了现场确实也是一片狼藉，我躲在卧室里面哭，那猪在外面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拿筋膜枪在按摩那条拉伤的腿。外公外婆一进去就抱着我安慰我，说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另外2个牌友作为旁观者，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问了一个我差点就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们问我，哎，这个猪栏屋离你这个卧室快有100多米远哦，哎，怎么那个猪就突然要过来杀你嘞？我说我不晓得，我刚刚在这里做作业做得蛮好。也就是这件事情以后，我才明白，猪其实也是攻击性很强的动物。我原来一直都以为那个猪啊，就是被那个栅栏关在猪栏屋里面的，后面我才知道，它就是为了一口饭被关在那里。今年来录节目呀，我看到很多选手呀，都喜欢升华，我也想试一下，来升华。这怎么说？我希望啊，大家啊，没事的话呢，就不要拿东西捅别人鼻孔。谢谢大家，我好好。插槽，锁票倒计时。插槽为什么想分享这段故事？
因为本来是开头是别的嘛，然后最近那个视频就刚一播啊，对我心里产生很大的波澜。我最近毛豆学黄子韬一直在学我，你晓得吧？在后面。来，我们看一下什么样。隔行如隔山，你这隔行如隔山一样，天天对着我。有点丝绸，我们这一次也是跟他拼了，哇，丝绸之路，哇，太棒了！哈曹就这段，就你刚才说的黄子韬说你的这段，你是真在意？我本来没那么在意，但是这有点像去年我第一次在这边录完节目，那个我现在已经我的那小红书啊什么，我已经就点了所有脱口秀不感兴趣了。今年我把说唱也点不感兴趣了，你们晓得吗？我就是没什么东西看了，我现在每天看广告，我其实还是在意的。当然，他是心中的梦啊。是的，我们要认真的问一下罗永浩老师。罗永浩老师，我告诉一下大家，这是罗永浩老师第一次给哈哈曹拍灯。哇，这有什么稀罕的？对，而且还犹豫了很久。是因为我后边就特别喜欢哈哈曹。去年第一轮的时候，我写过一些歹毒的话对他。然后后来我也反省了一个中年人为什么要说实话，但后边他就表现越来越好，整个赛季。然后到这一轮的时候，我心情上还有一个弥补的心理，所以第一场就想拍，但第一场也没有很好。然后，咱们这好话能说到，对不对？对，有好话，但已经到了那个点，就是让我犹豫一下拍。但我希望后边的赛事进场里能看到你让我失控的拍，我觉得能看到那一天。我想问一下罗老师，好话在哪儿？就是在未来，在未来，在未来啊！不是，就越来越好。到这儿是犹豫一下就拍了，这已经很好了。我特别喜欢哈曹，他每次讲的东西我都特别的觉得很亲切、很鲜活、很生动。然后包括他讲小时候调皮跟猪的趣事儿的时候，我其实也想到我小时候有一些调皮的事儿。我小时候干过一个事儿，就是我想要一个滑板。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滑板是一个奢侈品，而且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买到。我就把那个算盘，踩算盘上给翻过来，自制了一个滑板。指压板嘛，那不就是？我想就是找那种坡，然后就在上面滑，所以我的算盘其实烂得特别快。那是人没事就行啊。海源老师，我非常喜欢哈曹内容里面，他有一些特别神经质的梗。就是猪拉沙按摩枪，对，然后拿那个筋膜枪在那里，我觉得这种梗是非常有想象力的，然后我很喜欢这一类的梗。我觉得哈曹他自己的风格就是非常童真，非常有想象力。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非常宝贵的一点啊！不要去说唱了啊！再次把掌声送给哈曹，同时我们要把毛豆请回现场。最终他们获得的支持到底是多少？请看。两个肯定都270。毛豆274，哈曹270。